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理情行为治疗的历程。一些比较绝对性的说法，例如应该、必须、一定等，都可能是非理性的信念。像是他一定比较喜欢另外一个人，我必须要成功，这些都是。当我们觉察到这些非理性的信念的时候，要学着向这些信念辩论，对这些信念进行合理的、实际的质疑和驳斥。这种方法称为驳斥非理性信念。我们可以用像是为什么别人一定要公平对待我？为什么我会认为如果我没有成功，就一定是一个失败者？等等的句子来驳斥非理性的信念。在理情治疗当中，采用许多的途径，是为了达到一个主要的目的，借由学到更实际有用的生活哲学，来减少当事人的自我困扰和自我挫败的行为。治疗者的工作是帮助当事人区分实际以及不实际的目标，以及自我挫败和自我提升的目标。基本的目标是指导当事人如何将失去功能的情绪行为变成健康的情绪和行为。理情治疗的另外一个目标是帮助当事人达成无条件的自我接纳，以及无条件的接纳别人与接纳生命。当他们能够接纳自己，就更能够无条件的接纳生命原本的样子。Alice 曾经说过，生命充满了不可避免的痛苦和欢乐，借由实际的思考、感受和行为去享受你能做的，并且不怨天尤人的接受你没办法改变的痛苦的部分，这样你就能够敞开自己，接纳更多的快乐。治疗的过程当中，重视当事人现在的经验，如同个人中心治疗，理情治疗强调的是当事人此时此地的经验，以及用现在的能力去改变那些过去所获得的思考和情绪模式。除非对治疗有帮助，否则治疗者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探索当事人的过去，并且将过去和现在做连结。他们不鼓励移情，因为移情是来自个案期待被治疗师喜欢的需求。他们会用面质来处理移情，以免个案对治疗师产生依赖。理情治疗的治疗过程当中，治疗者采用多元模式的整合取向，依照治疗的主题，例如人际的、认知的、情绪的、行为的，采用不同的技术，帮助当事人消除自我挫败感，进一步的发展出理性的生活模式。治疗者喜欢在治疗的过程中运用一些认知的方法，他们会用很直接、具有指导性的方式，让当事人看到这些自我灌输进来的不理性的内容跟陈述。治疗者也会教导当事人如何挑战这些不理性的自我陈述。渐渐的，当事人就会不再相信这些陈述，并且建立一个以事实为基础的人生观。理情治疗非常重视思考、驳斥、辩论、解释和教导，认为帮助当事人改变情绪和行为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改变他们的想法。治疗当中也会用家庭作业，鼓励当事人记录自己的非理性信念，并且练习如何驳斥。借由这样的方式，当事人渐渐地学会如何减少焦虑，
挑战那些非理性的思维。也可以用改变个人语言的方式，教导当事人使用比较、喜欢、替代、一定、应该、必须这些词语，也可以用可能会不太方便取代一定会很麻烦的说法。我们来介绍几种常用的治疗方法。第一种叫做读书治疗法。读书治疗法是一种在治疗忧郁、治疗焦虑这些临床问题上头被证明是有实证效果的方法。通常我们会建议当事人阅读有关理情治疗的相关的书籍，借由书籍的阅读，能够透过书上的知识，让当事人了解理情治疗的理念，以及在这过程当中获得指导。第二种的方法叫心理教育的方法，治疗师会指导当事人了解问题的本质，以及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如果当事人了解治疗历程如何产生效果，就会更可能配合去执行这些治疗的方案。我们也会用诸如理情想象、幽默、角色扮演以及羞耻攻击练习等方式来驳斥非理性的信念。当当事人改变一些想法、情绪和行为的时候，这些方法都很可能会造成很重大的影响。我们先来介绍理情想象。理情想象是当事人被要求想象并且描述他们认为能够发生的最糟糕的事，并且引导建立健康的情绪。一旦改变了对困境的感受，他们更有机会改变在这些情境中的行为。幽默也是经常用的一种方式，幽默可以促成认知和情绪的改变，并且让自己曾经抱持的某些观念看起来其实是不恰当，并且有时候还会感觉到有点荒谬的。角色扮演是针对自己不愉快的事情做出排演，发现这种不愉快的感受背后的非理性想法，并且表演出自己可以做的改变，以健康的心情取代不健康的心情。羞耻攻击练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Alice 认为，只要我们告诉自己，就算有人告诉你你是笨蛋，也不是什么大事的时候，就可以拒绝感觉到羞耻，而且可以减少预防羞耻、罪恶、焦虑、沮丧等等情绪的发生。羞耻攻击练习的目的在提升自我接纳以及成熟的责任能力，并且帮当事人厘清他们认为很羞耻的事情和他们如何定义现实有关系。我们可以选择不让别人的反应阻碍自己要做的事，像是穿着颜色怪异的衣服走到街上，发现别人也并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在乎。所以有的时候别人的反应并不一定如我们所预期的会发生，即便发生了也不一定，或者是我们也会认为对我们的阻碍并不是很大的。不要让别人的反应阻碍了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羞耻攻击练习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在当事人减少非理性想法之后，治疗者会鼓励他们发展出一套理性的生活哲学，用一种健康有效的信念系统取代不健康的想法。理情行为治疗是一个短期的治疗方法，可以快速而有效地教导当事人处理现在和未来的问题。理情行为治疗者要能够驳斥非理性的思考的核心，并且教导当事人如何以理性的信念和健康的行为取代非理性的信念和自我挫败的行为。